这两个大眼珠子瞪着你，你说吓不吓人？此螺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红椒凤凰螺，每个人都爱吃，但总有一股子腥味，就是去不净。这期视频咱们就盘一盘它，看看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从它的外部体貌上来看，螺壳呈圆锥体，螺塔非常矮，高度不到1厘米，壳身为白色，带有黄色环状斑纹，壳的里面为红色，壳壁非常的厚。注意看，在螺壳的前端有一个豁口，这个豁口叫缺壳，是专门给它的右眼偷窥而设计的蹲点。这个设计一个字，绝！你们都小心点，它此时此刻正在盯着你们呢。这个部位是它的嘴，不同于海螺的嘴，它的嘴是直接长在头部外面。哼，这下好，出来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嘴里面长有齿舌，红椒凤凰螺以藻类为食，所以齿舌的牙齿比起海螺来会更密更多。这就是齿舌样本的全貌，供爱好生物学的学子们参考。嘴的两侧是一对眼柄，眼柄上长有一对大眼珠子和一对触角。来看这里，这个大饺子盖子可不一般，可轻松完成撑杆跳跃，不仅起到移动身体的功能，还是它的防身和进攻武器，可以说是三盖合一，一盖多用。边上长有锋利的锯齿，而且非常的硬。在它腕足的背上还长有一个油揪，这就是区分公母的标志——加油枪。在加油枪上还长有一杆小枪，真乃是枪中枪啊！哎，有加油枪的就是公螺，没有的就是母螺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全貌，这是我砸了18个螺，好不容易取出的完整的螺肉，能否3连鼓励一下？感谢您了。外面这层叫外套膜，它的鳃就附着在外套膜上，融为一体。进水口就在两端，外套膜非常的脏，而且口感像纸壳子似的，不能吃。尾部分别长有黑色的肝脏和黄色的环，里面藏有一个胃囊，这个尾部一点也不香，口感炸约的，不能吃。打开外套膜，长线就藏在螺肉里面，里面都是奥利给，吃的时候用手挤一下。来看这里，这个红色的肉球就是它的心脏，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这个白色的部位是它的精巢，如果是母的就是卵巢，卵巢的旁边长有一个储精囊，有了这个储精囊就可以自产自销了。这些生殖系统都被粘液腺所包围，这个粘液腺非常的腥，不能吃。你们看，这就是煮熟后的效果，都是粘液，你们觉得能吃吗？所以我们只吃这个头部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没有螺了，所以没有试吃了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海鳌虾每个人都吃过，但长得这么妖艳巨大的海鳌虾，你们吃过吗？据说这个虾能尝出来荔枝味，那么它都有哪些神秘之处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呢，咱们要盘一期虾界中的网红虾——海神后海鳌虾。这个名字一听就霸气，以前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虾，最近1年才被一些网红吃播给炒起来，风头已经盖过了红魔虾。红魔与海神都是生活在一块儿，都是在几百米的水深。北海是我国的主要产地，渔民在捕捞红魔虾的时候，顺便可能就会拖上来几只海神，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啊。这么大一只的现在200多元，还有更大的啊，有2斤多一个的海参后，但是比较罕见。现在这个虾的价格算便宜了，1年前这个虾好像还得大几百一只。自从被网红炒起来以后，捕捞量也上来了，价格呢才有所下降。今天我们把这2种新生代的网红虾一起做个比较，看看哪个更好吃。我这个红魔的个头也不小了啊，跟我手臂差不多。来，准备抛吃一体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海参后，它是后海鳌虾中体型最大的鳌虾，所以取名海神。它的头部呈红色，身体为白色，长得非常的妖艳。后海鳌虾有个特点，就是额角上长有 V 字形的额脊，在顶端愈合成额角，共有3对额脊齿，1对额角齿，额角下缘还有1齿。它的一对大眼珠子是身体最活跃的地方，但被额角和这对大刺所保护。鳌足比较细长，整个足上布满尖状的油土，脑瓜子还分布密密麻麻细小的棘刺，非常的锋利。一般的掠食者想攻击它，那就是找轧。它的触角大小各1对，其中小触角长有2条触角边。它的板牙很锋利，具有很强的咬合力。4对步足细长，其中前2对为鳌状，
后2对为爪状，在它的6片背甲上分布着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刻纹，扇尾展开非常的漂亮。小屁屁开口于中间尾节的中部，它的痈足共有5对，但公虾却只有4对，因为第1对痈足特化成了交接器，可以说这也是它的加油枪。这个特征也是区分公母的重要标志。来，仔细看，它的交接器内侧长有一个管状的沟槽，交配的时候，公虾先从最后1对不足基部先排出精夹，然后用交接器将精夹装入到沟槽里，交配时送到母虾的纳精囊，这个部位就是母虾的纳精囊，在排卵口的下方，属于封闭式的。还有一种开放式的纳精囊，比如红魔虾，它是将精夹直接粘于纳精囊上，不进入体内。有关红魔虾的详解，大家可以扒拉我以前的视频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海参后的内部结构。打开铁灵盖，黄色的部位是肝胰腺，蓝色的部位是卵巢。如果是公虾的话，就是精巢，精巢为方便面形状，一直通向头部，根部为输精管，输精管末端膨大成精夹囊，精夹通过射精管排出体外。这是它的心脏，大寒之物不能吃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胃，在胃壁上长有3块硬物，这个部位称之为胃膜，说白了就是牙长胃里了，可将一些较大的食物磨碎。它的鳃泥沙也挺多的，包括肠腺里也都是，吃的时候一定要摘干净。头部里这对像大腰子的部位称之为滤腺，因为是绿色的就叫滤腺，跟腰子一样是排泄器官。它的神经系统很发达，这是头部神经节、胸部神经节、腹部神经节。海参后基本就这些特征，我们和红魔对比一下，看看哪个更好吃。这2只次了，这些上汤局，先处理一下。要想柚子 Q 弹清爽，必须用冰水冰一会儿。你看，冰好的虾肉立马就滋棱起来了，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摆个造型，格局必须给上来。剩下的虾改成大大的小块，虾头虾尾留着，不能扔，焯熟了做个盘式，这叫有头又有尾，寓大家顺风又顺水。把煮好的意面铺在盘底儿，来起锅烧油，下段拍粉，入油锅炸，别炸时间长了，炸1分钟即可。先捞出备用，黄油爆锅，放葱段姜片，简单的扒拉扒拉，倒入高汤。我这个是上回做响螺的那个次汤，调味加入盐味糖，焗个2-3分钟，最后勾个薄芡，这不就好了吧？看有没有食欲？来开灶，这属于是凉虾凉吃。先来个海参啊，啥也不蘸，先尝原味的，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小栗子味儿。吃，你别说啊，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啊，感觉是那个荔枝的味道，味道很清新，很绵柔，感觉就是像云端。柚子很柔嫩，深海物种嘛，含水量高的原因。再蘸一下山葵酱啊。还是蘸山葵酱有味儿啊！海参啊，不愧为海参，嘎嘎的。吃个红魔，吃红魔呀就给整吃，要不然就失去了灵魂。先吸脑啊！哎呀，虾脑味的冰激凌，拔凉拔凉的，奶香味十足。虾肉啊，就一口造了。太贵了。红魔就是没有特殊的杂味儿啊，吃的就是一个纯的鲜甜味儿。与海参相比的话，海参更有风味儿。再比较一下熟的，这个是海参，来看大白肉。吃的时候啊，先嗦了一下汁儿，这个汁儿啊，鲜中带香。熟了以后啊，那个荔枝味啊就没有了，但是鲜味更足啊，吃起来更滑嫩。上汤局属于中西合璧的做法，既有柚子香，又有海鲜的鲜。这种做法每个人都能接受。整块红魔，做熟了以后啊，味道我感觉都差不多，但是口感上呢，它没有那个海参更 Q 弹。
我觉得还是海参好啊，没吃过的小伙伴呢可以尝试尝试，下期给你们评测蜂蛹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这就是狮子鱼背鳍上的毒刺，有的人说可以毒死一条鲨鱼，但是每个人却都爱吃。那么人吃了到底有没有问题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。咱们好久没有做鱼的视频了，今天呢，咱们盘一期这个啊大毒之物——狮子鱼。狮子鱼学名梭游，因鱼鳍张开如同雄狮的鬃毛，故称之为狮子鱼。因有着极其漂亮的外表，被众多养鱼爱好者所喜欢。梭游典型的特征就是通体带有各种颜色的条状斑纹。其实不然，在美丽外表的伪装下，却是一大毒之物。在它的背鳍上长有13根管状的毒刺。来，注意看，这就是毒刺内部的全貌，里面还有残留的毒液。在胸鳍、腹鳍、尾鳍、头部也分别长有毒刺，毒刺的根部长有毒囊，嘴唇周围的皮瓣下也长有毒腺。这个毒刺不仅是它的防身武器，也是它的攻击武器。当遇到一条大鱼时，它就会将所有的鳍条张开，炸起毛来，那叫一个威武。自个儿一寻思，小样的，你还敢动我啊？你碰我一下试试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大鱼一看，我操，这是什么鬼？身上咋还长刺儿呢？得了，我还是溜吧。这要是被扎一下，那可疼可疼的了。大鱼一想情况不妙，嗷一下的就溜了。就算是鲨鱼，也得让它3分薄面。梭游干饭和繁殖的能力那也是相当的强。你看这大嘴，嘴里并没有多少牙，靠的是生吞。捕获猎物的速度，那就是你现在眨眼睛的速度。当遇到一条小鱼时，嗖一下子，小鱼瞬间就被吸进肚，它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没的。咱们再说一下梭游的繁殖能力啊，梭游每4天就会产一回卵，一回能产3万枚。它是能生能吃，几乎没有天敌，这也使得海洋生物中的这些小型生物啊，被它搞的是急剧下降。很多国家呀都把它列为是一个危害性的鱼类啊。目前呢也没有太好的这个治理方法。虽说此鱼啊是大毒之物啊，但是它这个毒性啊是蛋白质毒素啊，咱经过这个高温处理啊，毒性就会消失。所以说大家做熟了吃啊是没有问题的。据说这个鱼的肉质啊非常的鲜嫩。完了，咱们一会儿做一个东北版的酱油水。鱼的处理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先把这个鱼鳞刮一刮，这个鳞呢非常的软，搁刀一荡就全下来了。鱼鳍刺啊，咱们做熟了再扔，生的时候这个刺里面会有这个毒液残留，以免一些小流浪猫啊、小流浪狗啊误食。内脏也没有多少能吃的东西，就都不要了啊。这个鳃也给它薅下来，然后打上1字花刀，这个肉质是不错的啊，粉嫩粉嫩的。然后用清水洗干净净的啊，马上开始做。点火，取出我82年的屠龙马勺。烧油，葱姜蒜爆锅，爆出香味后啊，烹入酱油、米醋，加水，调味加入盐、鸡精、白糖，把鱼放里。这个鱼小啊，炖个7、8分钟也就行了。最后撒入葱花香菜，准备试吃。试吃了啊！今天尝一尝这个毒物啊，咱先闻一下，闻起来这个小味儿是挺鲜亮的啊。然后咱尝一下这个鱼肉，粉丝先吃。这个有可能是我最后一吃啊，吃鱼肉啊不是特别香，应该是这个脂肪含量不是很高，完了那个胶质啊也不够啊，但是吃起来呢是比较鲜，而且肉质呢很紧实啊，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啊。这个鱼呢它也不贵啊，其实很经济的一个鱼。市场上估计也就是30、40块钱1斤，美味不可多得啊！咱点到为止。这期呢，主要是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梭游啊。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如果大家在游泳、潜水、赶海的时候啊，如果发现了这种鱼啊，千万要小心，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啊！如果被这个活鱼所扎到了啊，轻者红肿，疼痛难忍；重者有可能危及生命。哦，对了哈。有一种鱼是这个游梭的天敌啊，就是这个鱼啊，不知道大家你们认不认识啊？如果有认识的，可以在弹幕上和评论区上打出来啊。好了，完了这期呢咱们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、点赞、3连啊，完了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哟。
大家看到的就是贝类完整的心脏，有谁是第一次见到的？出来打卡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郭美食，看见没？这个都认识吧？哎呀哈，这个都认识吧？哈，我们海边人啊，管它叫大嘎啊，也有不少人呢叫它是天鹅蛋，它的学名啊叫紫丝方蛤。为什么这期讲它呢？一是这种贝呀，它不太好做啊，很多人不会做的话，你做出来的口感呢，疙瘩吧唧的。二是这种贝的结构啊，特别明显，很具有代表性啊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好好的剖析剖析，看看它们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开始解泡。天鹅蛋每个人都吃过，但雌天鹅蛋并非天鹅蛋，只是形似。它的颜色是青灰色，生长在含有沙砾石块的海底，身体全部窝在沙中，只伸出来这对大鼻孔，所以我们赶海的时候很难发现它。它的生长纹非常明显，最先是由壳顶开始生长，然后一圈一圈的，就像气墙一样向外生长。壳的里面是紫色。好了，咱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它的闭壳肌长在壳的两端，用刀划断就会轻松打开。这个部位是它的裙边，是一个锯齿的形状。天鹅蛋的裙边宽厚肥大，口感根揪，要比其他的贝类好吃。这个部位是它的水管，天鹅蛋的水管非常的发达，再大点那就是象拔蚌了。水管分别由进水管和出水管组成。很多人认为能喷水的这根管是出水管，那你就错了。其实这根是进水管，靠近裙边的这根就是喷水，是由于肌肉收缩形成的压力而造成的。旁边那根才是真正的出水管，水从入水管流入，获得氧气和食物，然后经外套腔从出水管流出。出水管也兼具着生殖口和排泄口的功能，这么看就更直观了。入水管直通外套腔，而出水管是封闭的。这个水管口感根揪，非常的好吃，但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清洗，里面有可能含有大鼻卡。这两个圆柱就是闭壳肌，是我们主要的使用部位，口感鲜甜。这个粉嘟嘟的部位就是它的腕足，主要行使着一个握杀的功能。这个腕足看着挺大，其实没有多少肉，里面都是内脏。腕足的口感略梗，烹饪的时候要注意火候。来，注意看，在里面这一丝一丝的就是它的鳃，左右各一对，呼吸和过滤海水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往这儿看，最里面就是它的嘴，贝类的嘴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裂口，没有口腔和口气。食物完全依靠两对裙瓣，裙瓣由一对外裙和一对内裙组成。外裙负责收集食物，内裙负责往里面运送食物。重点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心脏，心脏就在这个位置，外面这层是维心腔，打开维心腔，里面就是心脏。心脏由两部分组成，红色的是它的心室，在心室的两端看见没？有两个透明囊状的东西，这就是它的心耳。主动脉在心室的上方，下方是它的直肠。小屁屁开口于出水管的管底，看见没？这个小头就是象拔蚌，跟它的结构也是一样的。我再次提醒，处理这种大型贝类的水管一定要剪开清洗，点贝遇到这种情况就会爆你一嘴泥沙。你看看这里面藏了多少大鼻涕嘎！心脏乃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心脏的旁边一对褐色囊状的部位是它的大腰子，也就是肾脏，排毒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肠子里面都是泥沙，不能吃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脏团，也就是消化毛囊。最外层白色的部位是它的生殖腺，发黑的部位是它的肝脏，肝脏的里面是胃囊。哎，筋杆又发现筋杆了。筋杆就藏在胃囊里面，有搅拌食物的功能。筋杆里面的液体有汤圆酶的成分，可以帮助食物消化。在内脏团里面盘旋着很长的小肠，这些小肠里面的泥沙很难吐干净，所以整个内脏团去掉不能吃。我们能吃的部位分别是腕足、闭壳肌、裙边和水管。那么天鹅蛋贝怎么做才能鲜嫩不梗呢？我们海边有一道经典做法，那就是天鹅蛋炒鸡蛋。干货来了，别忘收藏保留。将处理好的贝肉开水下锅炒烫，准备读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剥壳出锅备用。再打4枚公鸡蛋，加1勺盐调味，搁冷匀就行。起锅烧油，调小火倒入蛋液，慢慢摊啊。当蛋液熟一半的时候，放入贝肉，然后继续滑炒。这时蛋液已经凝固，烹入82年的米酒，撒入香葱段和蒜片子，再搁冷断生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这小味儿嗷一下就上来了。来，我们尝一下，当天鹅蛋遇上鸡蛋，二蛋相撞，吃起来会有一种什么体验？开始试吃，先来杯82年的红茶，调整调整啊。看这小菜炒的嫩糙糙的，瞅着就有食欲。来，
粉丝先吃。吃。鸡蛋呢融入了贝的鲜啊，很嫩很滑，鲜香味十足啊。咱们再来一下这个天鹅蛋啊，同样很嫩，带那么一奶奶的小梗啾，再多炒1秒就老，少1秒则生。做总结啊，2蛋一起炒，味道就是好，要想鲜香嫩，技法少不了。好了，这期咱们就到这里啊。如果这期视频呢对大家有用有帮助，麻烦帮老郭来个一键3连，感谢大家啊！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，今天带你们聊一聊这个扇贝。你们都看见过扇贝的眼睛吗？看着没？这蓝色的小点就是扇贝的眼睛，它能够感知半米以内的物体。那么扇贝哪些地方能吃，哪些地方不能吃？下面跟着我的讲解，咱们一起了解一下。外面这层叫裙边，口感梗啾啾的，是可以吃的。这个绵绵的东西是扇贝的鳃，里边含有很多的泥沙，不容易去掉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是扇贝的生殖腺，黄色的是母，白色的是公，精华所在，嘎嘎香。这个凸起叫扇贝的底足，是可以吃的。很遗憾的是没有发现茎秆，应该是被它消化完了。大家困惑已久的问题就是这个黑色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吃？这个部位叫扇贝的消化腺，也叫消化盲囊，肝脏、胃囊、消化腺都在里面，含有嘌呤，不能吃。这个小菊花就在这个位置，连接着一根大长头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来，有多少人吃扇贝塞牙的？抠一须你也抠不出来。罪魁祸首就是它，像月牙一样的东西，这个部位叫扇贝的韧带，老梗了，比那个牛板筋都梗，不能吃。咱们主要吃的就是这个闭壳肌、生殖腺和裙边。您学废了吗？黄鱼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一定要警惕人工上色黄鱼。那么如何区分原浆黄鱼和上色黄鱼？本期视频大揭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本期视频呢，咱们鉴定一下眼色黄鱼啊。我这些材料呢，都是一会儿准备要做实验的道具。曾经有媒体报道过哈，有个别的不法商贩用工业颜料碱性层给黄鱼染色，然后进行售卖。我手里拿的这袋晶体粉末状的东西就叫碱性层。这个东西具有超强的着色力，所以一般都作为工业颜料来用。我最近在逛海鲜市场的时候发现，这种现象依然存在。这条就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啊，染色大黄鱼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样才能正确的识别原浆黄鱼和染色黄鱼？这才是本期视频的关键所在。你们要想弄明白是怎么个事儿，首先就得先了解一下不法商贩是怎么给黄鱼进行染色的。准备一槽子清水，然后加一勺灵魂颜料，搅拌均匀。哎呀妈呀，这小色儿一下就上来了啊！我这儿有2条白不呲啦的黄鱼，把其中的1条搞里头，来见证奇克的实际。哎呦，这小颜色太有食欲了！你们说 O 不 OK？Nice 不 nice？ 哈拉不哈拉臊子 ？Build 不 beautiful？ 比较一下，你们敢相信吗？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们买的黄鱼在清洗或解冻的过程中水体会发黄？没准啊就是染过色了。如果是新鲜的黄鱼，身体自身分泌的金黄色色素是很难溶于水的。我刮点下来，放在水里面是不会发散的，色素会与粘液一起成斑块状，在冰水里面泡着也不会掉色。染料则不同，具有非常强的溶水性。小黄鱼和梅筒鱼也一样啊，上完色贼拉的新鲜。就是这么神奇。过分点的还有用白骨鱼，也就是白敏子进行染色作假，当野生黄鱼来卖。你看谁敢说这不是一条黄鱼？重点来了，教你2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区分染色黄鱼。上面这条是原浆的，下面的是染过色的。1. 看眼睛，原浆黄鱼的眼睛是白眼仁，而染过色的黄鱼是黄眼仁。即使你在清洗的过程中没有发现黄水现象，但眼睛是黄的，也有可能被染过。2. 看鱼鳞，原浆黄鱼的鱼鳞是无色透明的，染过色的黄鱼鱼鳞也会被染成黄色。怎么样，都学会了吧？不法商贩除了用工业颜料碱性层以外，还会用到一种色素，日落黄，每个人都知道吧？有些朋友就得问了，日落黄不是食品添加剂吗？这个东西也违法吗？日落黄也有工业级和食品级之分，即使用食品级的日落黄给黄鱼进行染色，也是违法行为。
生鲜类的食材是严禁添加日用黄的，只有合规的食品加工企业按照严格的使用标准才可以使用。超标添加，人吃了对身体是有害的。工业级的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危害极大。为啥饭店不允许用？那厨师手高手低的，他没有撇了。大家对本期视频的内容啊，还是要重视起来。这种现象啊，依然存在。我既然能发现颜色黄鱼，我估计你们也能发现。知道如何辨别的方法，才能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象拔蚌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真的了解这种有趣的海鲜吗？如何选择一款正经的象拔蚌？本期视频大揭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不少小伙伴啊让我整一期象拔蚌，说整咱就整啊。市场上常见的品种我都买回来了，便宜的几十块钱一斤，贵的呢还有几百块钱一斤的，一共花了我小2000啊。这个最贵啊，这一只啊就花了我将近1000多。不少人对象拔蚌的疑惑点还是挺多的，水蚌和干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哪个产地好啊？哪个品种好吃呀？怎么挑才能避坑？怎么处理呀？我认真的讲，本期视频啊是正经的科普美食节目，大家认真的听，认真的评论啊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象拔蚌。哎呦，咱们先了解一下象拔蚌啊。哎呦，这是两头喷的，躲着。哎呀，我这块洪水泛滥了。象拔蚌啊是它的商业名，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太平洋潜力蛤，它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俗名叫女神蛤，这是因为它所对应的拉丁属名叫潘诺皮亚，在希腊文化中，潘诺皮亚是位神仙女的名字，所以就叫女神蛤。它是贝类中水管最发达的动物，发达到已经收不进壳里了，永远都是一柱擎天。个体大的象拔蚌水管长度能长到1米多长，寿命能活到100多岁，比人还长寿呢。它的吃水能力那是相当的强，这个技能得益于它身体的独有构造。象拔蚌的壳不像其他的贝类是开放性的张开，而是封闭的状态。它的外套膜缘大部分全部愈合，而且特别宽大，只留下前端这一点没有愈合上，而形成一个孔。这个孔就是它小时候为了腐竹能够伸出来，挖洞特意留下的，设计非常的人性。象拔蚌幼体的时候具有腐竹，当它一旦发现有适合居住的场所，就会利用腐竹挖沙打洞。一旦窝沙成功，这一生便会在洞中生存。腐竹以后就会慢慢的退化，你若是硬把它从洞里面薅出来，那就完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能使它的体腔形成一个更多的压力，通过闭壳肌的迅速收缩，水便会由水管滋溜一下子吃出去，吃水的同时也会将一些奥利给排泄掉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水管，水管是由一个粗的入水管和一个细的出水管组成，是由外套膜边缘，也就是裙边的延伸而形成的。表面上分布着许多灵敏的神经末梢细胞，当有物体触碰到时，就会感知危险的来临，便会迅速回缩变小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脏团，很多人疑惑这个白色的部位是什么东西，其实这就是它小时候的腐竹，当长大时慢慢的会与性腺融为一体。不同种类的象拔蚌形状和颜色有所区别，性腺成熟的象拔蚌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殖腺体，精卵细胞会经生殖口，这个位置就是生殖口，这只蚌应该是公蚌，然后通过出水管排出体外。内脏团与其他的贝类结构都一样，肝脏、消化腺、胃囊、肠子都长在一块，心脏、肾脏在背面。不同品种的象拔蚌裙瓣的大小也不同，加拿大的蚌裙瓣就很发达，很多人会把裙瓣当成了它的鳃，这些沟槽能够更好的收集食物。裙瓣之间有个口，这个口就是它的嘴，这个部位才是它真正的鳃。其他的品种裙瓣都很小。内脏团可能很多人不舍得扔，用来煲粥，我觉得内脏不好吃，又腥又苦。如果遇到这样的内脏，你们会吃吗？肠子里都是未消化完的食物，不建议吃啊。我们吃的主要使用部位就是水管和裙边，水管也称之为颈肉，裙边称之为胸肉。我们再说一下干蚌和水蚌是怎么个事儿。鸡肉中水分含量少的就称之为干蚌，也叫肉蚌、无水蚌。干蚌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的抗活，离水状态下也能存活1周左右。干蚌的主产国主要在加拿大和美国，但加拿大的品质最好也更贵。我这只加拿大干蚌是380一斤，3斤重花了我1000多元。干蚌的特点一般都没有太小的，都在3斤左右。水管呈釉色，管头发黑，纹理细腻，摸起来很细粉。因为它生长在泥质的海域，所以底座发黑，壳上有明显的泥质包浆。象拔蚌会根据品质的好坏分成 A、B、C、D 4个等级。个头大的、肉质饱满的、长得干净又卫生的称为 A 蚌，以此类推。
水棒则是体内的含水量大。墨西哥是水棒的主产区，水棒也分3、6、9等。加州棒在水棒里面就算是最好的，我们北方市场的价格一般在200块钱左右1斤。加州棒的特点就是壳比较白，水管也白，底座也白，反正就是白，看哪白。主要特征就是水管很容易伸长。其次就是西川棒，西川棒水管呈淡黄色，管头发灰，底座黄色。最次的就是加州湾产的水棒，市场上最为常见，价格也便宜，一般就是在80、90块钱1斤。其釉质松软，吸水量极高，排掉水分就没啥东西了，就剩这么一丢丢。商家特别喜欢卖这种棒，因为都能卖点水钱啊。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球形女神哥。纯水棒特别的好区分，粗水管和露水管有明显的分界线，而且不容易伸长，整体呈灰色，纹理特别的粗糙。还有一种就是朝鲜棒，个头比较小，在干棒与水棒之间，价格也比较便宜，大几十块钱1斤。朝鲜棒基本都是野生品种，颜色深浅不一。大家买象拔蚌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：象拔蚌并不是鼻子伸得越长越活，相反，越糙本的活度越好。如果发现裙边与壳有分离现象，说明快死了。颜色没所谓，扒掉皮，肉都一个色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买蚌的时候要注意，千万别让商家拿，最好自个儿挑。挑好了，尽可能的多磨蹭点时间，然后一手握住水管，另一只手扒拉底座，这样水会快速的排出来。能给你省不少钱呢。下一步开始处理，分别准备1盆开水和1盆带柠檬的冰水，先烫个10秒、8秒的，这样好扒皮。烫好后壳就比较好去了，扒皮的时候一突了，这不就下来了吗？来，3色丝袜送给大家，鼻子用刀先划个豁，然后用手指一荡，嘟，这不就全开了吗？然后再搓个澡，要不然鼻子里有大鼻嘎。处理好了，柠檬水泡一下去腥，改刀的时候擦干水分，要不然会很滑。先切颈肉，斜刀片就行啊。切胸肉的时候，先改个1字花刀，切成寸段，然后雕个个，再切片。泡冰水，小花形不就出来了吗？简单摆个盘，开灶，开吃啊！咱先可最好的来，先来加拿大的。哎呀，看看大片整过瘾啊！吃，口感绝了，特别的爽口啊，很脆，是一种小清新清甜的感觉，一点外味都没有，就是贝类的那种鲜味。咱再尝一个胸肉，胸肉就会吃出来2个口感啊，就是靠肌肉的部分就是口感特别哏啾。内膜那个部分呢，就是很绵软。刚入口的味道啊，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呢，你越嚼越甜，越嚼越甜啊！这个过程给持续给长点，吃到最后的回甜，我个人感觉要比这个净肉甜度要高一些。下一个加州棒，加州棒的肉白啊，就是卖相好，看着可能更有食欲。釉质会更硬一些啊，没有它的脆，甜度就差了一些，没有加拿大的甜。来，下一个水棒，区别跟加州棒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，我是没尝出来，就是这个出肉率太低了，这个太不划算。来个朝鲜棒。区别出来了啊！朝鲜棒就是特别的嫩啊，因为它个小嘛，口感呢就是吃北极贝的口感，整体口味呢还是没有加拿大的好，但是要比这个加州棒和水棒要强得多。我个人感觉朝鲜棒还是不错的。做总结，如果让我推荐的话，哪个好？我觉得性价比高的话还是这个朝鲜棒。第一个是价格便宜，再一个呢整体的口味啊、口感呐，包括这个甜度啊，都不输这些棒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里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